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2月28日，星期五，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也是2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今天呢，还是来闲聊一下理财投资。今天我想讲的主题呢，是我们怎么运用股神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来进行投资理财，并且呢，最终实现财富自由的目的。这两天呢，我看到那个巴菲特有一个新闻，就是巴菲特他现在手里所持有的资金呢，已经超过3400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并且这个数字呢是自1998年以来它的现金比例占的最多的一个时候。那么大家就猜测，对吧？是不是这个股市它不看好，马上就会有要下跌或者说大幅下跌的这种可能性？又或者是它是不是在搞什么烟雾弹，对吧？它其实已经买进了很多仓位只是到了这个时间放出这种新闻，让大家来进行这个割肉，对吧？让大家把自己手上的廉价的筹码给放掉那么他来进行收获那么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们之前已经看了一些我聊这个投资理财的视频呢，我相信这两天还是有一定收获的那我在之前的挺早的一个视频里面我就说过，我说那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这个时候川普还没有上台，只是刚刚当选。我说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黄金将会开始进行一个下跌。那么我自己也是这么操作的，对吧？那么我前2个到3个视频里面我都说过，黄金我主要的大部分的资金我购买的都是做空黄金的这个 ETF 那么小部分的资金我买的是这个做空黄金的这个 CFD， 对吧？那所以呢，就是今天包括昨天，这个黄金呢，终于是给了点面子开始下跌了。那现在的价位呢是这个跌到2840那么从最高位的2950跌到2840呢，已经足足跌了110美元。所以我之前的视频我就有一个视频我说黄金还会再继续上涨吗？其实我就说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判断黄金一定会下跌，对吧？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跌。但是呢，大概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并且呢，我当时说就黄金随时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下跌，因为现在这个俄乌的一个局势如果稳定下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黄金应该就开始会下跌。那么今天呢，包括下周前2天吧，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今天的这个情况，还有下周的头1-2天的情况到时候我还会再继续更新的那么接下来又是那个数字货币，对吧？数字货币像比特币什么的今天已经跌到现在是多少钱？现在是比特币是83000还涨了一点。这个以太坊是2200块我在上一个视频我也说了这个比特币什么还能投资吗？那么根据我之前我说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一个风水上的说法，还是一个每一次好像有这种大的公司爆雷了，就发生这种大的事件了，好像就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一波行情就要结束了那么
这两天还发生了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呢曾经在一个数字货币的公司呢开户，然后呢我在里面有一些这个币啊，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就喜霸啊，就是那个柴犬币。然后呢，这个柴犬币一直放了，从上一个牛市结束啊，我买进去的，然后放到这一次这个牛市还没开始，然后刚刚这个牛市稍微要开始一点了啊，这个公司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不能再为你这个进行账户上的服务了啊，我们要关你的账户。原因呢，反正也不说，对吧？可能就是什么资料审核一堆的啊，但是反正就是意思是要关你账户。那我当时想，好吧啊，那我当时觉得呢，这个公司应该可能要跑路了还是什么的啊，所以我就大意了啊。他问我，他说你要币还是要现金？那我当时想，万一这公司跑路了啊，在什么币啊慢慢打给我啊什么，因为币有每个人的币不一样的嘛，对吧？有的人比特币，有的人什么以太坊的啊，他一个个打应该很费时间，所以我就说我要现金啊，我说就以现在的价格结算。结果呢，这个公司啊还拖了1-2周，等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给我结算，给了我以后呢，没多久啊，这个牛市就开始了。然后呢，在昨天，这个公司又给我发邮件了啊，他又说，哎，我们发现你很久没有用我们的公司的账户了啊，他说，请尽快的提交你的一些资料，我们给你进行审核，希望你再来进行使用我们的账户啊之类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可能这个平台啊，就现在也缺客户，缺资金啊。那应该来说呢，我认为这一波的数字货币的行情呢，远没有到抄底的时间，对吧？我之前说过，我说我会在5万美元的时候去买进比特币的啊。那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它会跌到这个5万美元，那现在是8万美元，对吧？那我觉得应该来说啊，它要跌的这个位置是我看不见的，就可能我猜它会跌到5万，说不定它跌得更低，对吧？所以我说啊，这个也是远远未到抄底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啊，他说啊，我这个什么各种大的公司，各种这个基金公司、什么投资公司啊，买了很多这个比特币啊，什么这些比特币要是跌了，他们怎么赚钱之类的这种话啊，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这些公司买这些比特币，从事这个比特币资金什么的，从事比特币的基金，对吧？ETF，那这些比特币说白了，它背后可能会产生很多这种衍生的金融产品啊，它说不定也可以，它拥有这些比特币，它可以去做空啊，是吧？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赚了更多的钱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常规的啊，正常的我们的去判断是看不出来的，对吧？我们只能就是进行一个自己的判断，然后呢用风险来控制自己的这个判断啊，好吧？那数字货币这一块也说完了啊，那么再说两句，就是这两天我自己的战绩啊，就自己的成绩，因为前天吧，我和一个网友啊进行交流，那么他也问我，他说你最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都没想起来啊。我最近就是一个是英特尔啊，我之前说过，英特尔做完以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天然气啊，双倍天然气，就看涨的那个双倍的天然气，还有呢就是那个黄金的 ETF 啊，就是看空的这个黄金的 ETF，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股票啊。那么最近呢，应该来说，除了黄金的 ETF 啊，到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就盈利了差不多接近8%，就是这个资金的8%。其他的一些股票什么呢？
都是延列10%几，但是这个 ETF 8%呢，我觉得也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2天我觉得大的行情不是很好，就是很多我们之前看好的股票，我们看好的一些内容啊都在跌，对吧？这个全球范围的港股也在跌，中国大陆的股票也在跌，然后美股也在跌啊，就是之前那些比较热门的，对吧？包括像 AI 啊、新能源啊、什么人工智能之类的都在跌。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像黄金 ETF，因为它现在在高位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啊，就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既然风险比较低，那你收获利润也就比较低，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好吧，那我自己的小成绩就说完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现在的主题的内容啊，就是怎么样用这个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啊来进行投资跟理财。我个人呢是很喜欢巴菲特的啊。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个 Jesse Livermore， 对吧？因为我看那个 Jesse Livermore 的那个自传啊，他说到什么他的情感啊，他的这个传奇的一生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做空股市啊，做股票的，就那个感觉啊，就不像一个金融界的人士，对吧？你感觉他像一个侠客啊，就是有这种神的感觉啊。但是呢，就是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普通人来讲，这个太刺激了，对吧？就是我们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成为这样的人，或者去驾驭这样的生活啊，这个学习起来就太难了，说白了，对吧？那么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的理论跟概念呢，我觉得呢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去值得学习的啊。因为首先呢，他需要的本金不是很多啊，我觉得基本上有个$10,000，对吧？你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呢，你随着时间的这个成长，很快的我之前也说过这个复利的问题，很快的这样。你就可以就$10,000变成几万美元，几万美元就变成几十万美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对吧？增长起来。那么我觉得它有几点是我特别看重的。首先呢，就是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那他为什么不进行投资，对吧？他为什么要现金手上持有很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巴菲特他对现有的就是这些公司的估值因为他有一个他计算这个公司的价值，对吧？我们可能不知道比如说他在前一段时间他减持了苹果的他持有的苹果的股票，对吧？那苹果在150、180的时候他都没减持，但现在230他减持了那么苹果是他少有的就购买这种科技股类型的，对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他对现在的这种科技股他也是有这种觉得他们不值这个钱，讲了直白一点，对吧？就像我觉得英伟达，他一直我觉得他是被高估了因为他这个逻辑给人的感觉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 AI 什么都需要英伟达的芯片那事实上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会看得见的，对吧？就如果说我们跑出去，我们看到肯德基、麦当劳，甚至可口可乐那这个我们是一定会去接触的，会去使用的，对吗？但你说什么 AI 什么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有接触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 Facebook 那个扎克伯格，他说他要搞一个什么网上虚拟的一个世界，然后卖房子的，卖多少钱有多少名人什么在这个什么网上买一块地就是那种虚拟的空间里面。
拜托，有多少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还没有买到房子，还没有就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吃到饭，对吧？就是说都解决生存的问题，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的人啊，就怎么可能就是大家会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啊去花一大笔钱去买一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对吧？那虽然说啊，就是我们确实在什么网络游戏啊或者一些东西当中啊，会去买一些这种我们觉得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年龄段的，对吧？啊，就像我过去我也买过，对吧？我玩什么网络游戏，里面买点装备或充值点钱，买点什么皮肤啊，买点什么啊，这个很正常。就玩什么王者荣耀啊，还有以前玩什么传奇啊，我都花过很多钱。但是，一旦你过了这个年龄啊，过了这个年龄以后，我觉得你就对这个东西就不太感兴趣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虚拟的啊。你说如果医疗啊，你说人生病了一定会吃什么药啊？那或者说要做什么手术，要用到什么材料，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巴菲特啊，他可能也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啊，它到底算有没有价值呢？对吧？啊，那 Facebook 这种是不是被高估呢？对吧？那当然也有可能啊，就是人类最终到了那一天，对吧？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对吧？因为我们做投资也好，做什么也好，我们就是要讲这种可能性，不然你没有办法去投资未来了，是吧？啊，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东西它的成功概率有多少啊？还有就是说，有这么多投资的标的，对吗？就比如说投资黄金啊，或者说你也看好货币，你买货币啊，或者说你看好一个什么就可口可乐吧，或者你看好苹果公司啊，有这么多公司，为什么我非要去投资一个虚拟让我去买房子的呢？对吗？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价值投资的逻辑就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在市场上啊，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思考的啊，我们基本上是跟着新闻来的，对吧？就比如说今天巴菲特他手上资金啊，他不花了，他说持有很多资金，马上啊这些报纸啊什么新闻啊就开始说啊，巴菲特看空股市，股市马上就要大跌啊，然后很有可能就是市场再真的跌了一点，然后大家就觉得啊很害怕，快点不要去看这些东西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说就是根据这些新闻啊，我们来进行的一个判断。那么真正的价值投资呢，其实是根据你生活当中自己的理解。就像像英特尔啊，那英特尔跌到18块的时候，当时我就去买了啊。我说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好像跟我说啊，他说英伟达要翻几倍啊，你不买，那当时英伟达已经快到1000块了啊，就到九百块多少钱啊？他说你要去买这个英特尔啊，不是英伟达不好，但是英伟达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它还是过于的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其实过于的在短暂时间里面膨胀的股票太多了，真的，就你们可以去看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就往往它没有太长的时间，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英特尔它现在18块这个价格，它是被低估了。就是又恰好这个川普他当选了啊，所以我觉得呢，我就会去买啊，它是被低估的。这个不是说它一定会涨到$100或者$1000，对吧？它的股价确实就是现在也就24块，它也没有到天上去。但是呢，就是
它是比较安全的，对吗？就它已经被低估了，它要再跌能跌到哪里去，对吧？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理念啊，尤其是在我们就是说，就本金比较少的时候，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对吗？那你像巴菲特，他是本金很多很多，他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情啊。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他本金很多就是他在本金很少的时候，他就一直谨慎的这样去做谨慎的这样去判断，去规避风险。虽然他的本金就越做越多，他到了本金越多的时候呢，他还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所以他的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他钱有很多，然后他开始飘了，对吧？他说我不搞价值投资了，我开始这个也要投，那个也要投，那很有可能几次投资就把他的资金给亏掉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自己不能判断的事情太多了，就我们自己不能判断的事情太多了就像这个川普，他说他这个也懂，那个也懂，其实这是鬼扯，这是骗人的，对不对？怎么可能一个人什么都懂？这不可能，是吧？那就像你说那个小米就是中国的那个小米公司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小米公司这个雷军他已经要成为中国首富了，超过了那个什么这个农夫山泉卖水的那个人。小米公司我过去的视频里面我也说过好几次，对吧？我一直挺看好它的股票的那我看好它的这个股票我觉得是从对它的了解而来的因为我自己也用了这个小米的产品那么像它的手机包括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 Pad， 就是小米有新出的一个 Pad 这个我都是用过的虽然就是小米手机它总体的体验它没有苹果我觉得来的那么好，对吧？就总体上来讲以后具体我可以再做这个产品评测方面的这个视频跟大家具体讲一讲。但是我现在就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就虽然我觉得它没有苹果的产品那么好，但是呢，它已经有一定的特点它有它的特点，并且呢，它有它的用户群，而且呢，就是他们的经营的风险上的这种事情很少。就我的感觉就是像小米公司像雷军这样的老板，他其实也是那种像巴菲特那样那种价值投资，他是慢慢来，一步一步地基给慢慢搭好了他才开始扩张。就像他现在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去搞这个小米汽车，对吧？这个小米汽车，说实话，多少人不看好，对吧？但是呢，他们也去做了那其实我也不看好我也觉得这个小米汽车应该不太会很有市场但是实际上情况呢，人家卖的不错，对吧？那么我觉得有很多原因的，包括像他之前投资了那个蔚来就是蔚来汽车，他是蔚来汽车的股东嘛，对吧？并且呢就是像手机然后 Pad 还有就是小米很多的生活当中的日用品包括什么咖啡机电子锁小米的什么那种滑板车还有热水壶体重秤反正就方方面面的许多的东西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对吧？就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它不停的在对小米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的增长就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其实会觉得那卖一个热水壶才赚多少钱，或者说卖一个什么就是感觉它这个东西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什么充电宝，对吧？啊，它跟市场价格都差不多，包括那个充电器，它都卖的不是特别贵。但是呢，其实无形当中啊，它慢慢的增长了它的品牌的信任度。那么它这个信任度，它积累到一定时候啊，它现在出一些什么，稍微升级一下它的产品，对吧？比如说像小米，从13 Pro、小米13手机开始啊，一直到那个现在什么15 Pro 什么的出来啊，这个手机就卖得很好了。然后因为这个手机呢，大家又开始去买它的什么小米的什么 Pad， 对吧？就更专业一点的 Pad。然后呢，像就买现在这个小米汽车，是吧？就是它让用户呢形成了一种信任跟粘性啊。那么到最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应该来说怎么说？就他把这个长期积累来的东西啊，他就把它给用在这个拳头他要打造的拳头的产品上啊。那相反就是像有一些公司啊，它就像什么恒大这种也说要造汽车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有好多，对吧？就是完全是在空中楼阁啊，就开始说要去造，就没有基础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啊。这个也是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案例啊。那么我觉得我们呢，就是怎么样去实际的操作这种价值性的投资我今天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我就拿$10,000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呢现在就把自己当作是巴菲特，对吧？那巴菲特呢，他现在呢，他就是手握资金他觉得呢，这个市场上要等到一个重大的机会所有这些被高估的公司跌到一个非常低的价值的时候，那他要去进行购买，去进行抄底，对吧？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手里有1万资金$10,000的资金，那么我们呢，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先关注，对吗？我们要先看这个整体的市场怎么样，是吧？那现在整体的市场怎么样？现在整体的市场是一个中性的市场就说目前的这个股市是中性的市场，包括这个什么比特币黄金什么都是的，对吧？因为为什么他们刚刚从高位开始向下跌你说它现在是进入一个空头市场，进入一个很弱势的市场？不是的，对吗？那他们只是刚刚我觉得结束了上涨的趋势再进行一个回调那这个回调以后是在上涨还是在下跌，不知道，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是巴菲特，我们肯定是要等待，对吗？因为我们要规避更多的风险那因为我们手里就$10,000，那所以呢，我们会等了以后呢，我们要看就是有哪些好的公司，对吗？好的公司很简单，是吧？像苹果是不是好的公司？肯定是好的公司像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这种非常厉害的公司你选一个你自己了解的公司，对吧？就你肯定会很了解。你说麦当劳、肯德基，它也是一个你很了解的东西；可口可乐也是一个你很了解的东西；苹果它也是一个很了解的东西。就你选一个你了解的东西它现在的价值肯定是过高的。那等到在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好的时机那么你看看你喜欢的或者你了解这个非常好的这家公司，它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它如果的情况跌到非常惨，就像比如说这个苹果公司现在跌到只有$50了，那快点我们要进去买，对吗？OK， 那进去买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等待，对吧？我们等待跟它从$50再涨到超过$50有个30%、50%的利润，这个就成功了，是吧？其实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对吧？这里面有几条，一个就是等待进场的时机就是市场不太好的时候，然后
这只优质股啊，有价值的股票，它到了一个不好的时候，对吧？这共同的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然后你去进行购买。那问题是啊，有的人他确实等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他也等到了啊，但是呢，他买了一个股票，这公司快倒闭了啊，就这公司本来可能也还不错，但不是那种就是不是行业的佼佼者，对吧？啊，但他就是也不错，他一买以后他倒闭了，对吧？这种啊，我觉得就不行。所以就是他没有发现的优质资产被低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公司它开不下去了，是吧？这种公司也有很多的啊。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去选择啊，就是在市场像现在这种市场，它正常的时候啊，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弱势的时候，我们要进行选择啊。我们要看哪些股票在这种市场正常的时候啊，它既是龙头。啊，它既是非常强势、优质的股票，它又有这个非常好的表现，对吧？啊，你比如说像英伟达算吗？我觉得英伟达也算，对吧？它现在啊，就是现在在下跌，但是它在它最好的时候，那么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并且它的产品呢也是如果不错，那么等到啊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它的表现，对吧？它的表现如果很不好啊，但是又不会破产。那么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去购买它，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巴菲特的他的这个价值理论啊，就是在一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啊，他贪婪，他进行购买，但是呢，他只会去购买优质的资产，他不会去买那种垃圾的东西，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下一期呢，我想继续这个话题，我们延伸下去。啊，讲第二步该怎么做，好吗？啊，欢迎啊，大家有空听我闲聊，谢谢。